距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南方约60公里处，有一座名叫纳吉列夫的小村庄。该村依靠在多瑙河沿岸，气候温润，土地肥沃，非常适于居住。然而，周边城镇的村庄大多富庶，唯独它显得破败萧索，人狗都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一切皆因100多年前一名女助产士而起，她的名字叫茱莉亚·法泽卡斯。1911年，茱莉亚与医生丈夫投靠表兄搬家到纳吉列夫生活，并开一家方圆10多个村庄唯一的诊所。受宗教影响，纳吉列夫村的居民起初对非天主教徒的夫妻俩有些抵触，一开始都愿意和他们有来往。但他们高超的医术很快俘获了村民的心，几乎每天都有人赶来看病，使得夫妻2人的声望越来越高。连带茱莉亚表兄也被推选为纳吉列夫村的保长，专门负责村庄的治安以及突发事件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没过多久，茱莉亚的丈夫就突然失踪了。起初他对村民说是出远门问诊，迟迟不归，后来又说已经死了。最后在保长表兄的证明下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丈夫去世后，而茱莉亚并没有离开这个伤心之地，继续经营着诊所，但医治的对象从村民变成了只接待女性。第2年，茱莉亚在所有村民匪夷所思的目光中嫁给了村里另一个男子。然而仅过了2年，她的第2任丈夫又因患病突然去世了。在她的表兄为其开具死亡证明后草草下葬。由于第2任丈夫极为富有，茱莉亚为此继承了大笔遗产。茱莉亚2度丧夫，乍看之下，村子里的人嘴上个个都说茱莉亚可怜，其实心里都不这么想。纳吉列夫村虽然距离大城市布达佩斯不远，但却闭塞得出奇。孩子一早就被父母定了娃娃亲，人生从一开始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流淌着斯拉夫血脉的匈牙利男人性格暴躁，酗酒后回到家便因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甚至毫无留有地殴打妻子。更要命的是，受到天主教文化的影响，离婚在当地被定性为一种道德败坏的罪行，是一种犯罪。因此，无论生活多么凄惨，村民们也只能强行忍受着。因此，自由潇洒的茱莉亚让所有人都好生羡慕，尤其是村子里的妇女。1914年7月28日，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。为了应对战争，匈牙利在全国大量征兵，身体健康的男性都成为了征兵的对象。纳吉列夫村的男人自然也逃不过，村里还能动的男人几乎都被拉走了，村子里的壮劳力都上战场了。于是乎，妇女和老弱病残承担起了生产工作，日子苦不堪言。此时，奥匈帝国将一处战俘营设在了村庄附近，他们让战俘营里的战俘参与到日常生产之中，还让村中的妇女们承担了照看俘虏的工作。这下好了，男人和女人一起生产工作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会发生点什么。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战俘根本不用考虑太多，只管花言巧语往上对，睡到就是赚到。苦于家暴已久的纳吉列夫村的女人们，面对如此强烈的浪漫攻势，根本无法招架，很快便和战俘们打成一片。在最纯粹的欲望面前，管他什么宗不宗教的。纳吉列夫村放荡到了什么程度呢？不管男女，讨论的都是床上那点事。女人们炫耀自己有多少追求者，男人们到处说自己搞大了多少人的肚子。当然，吹嘘的成分很高，因为就连女人们自己也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。那个时代，避孕措施基本为零，很多的女人都怀孕了。而那时村子里只有一个医生，那便是茱莉亚。于是这些怀了孕的女人们就都去找茱莉亚，茱莉亚也从助产婆变成了堕胎婆。这般毫无伦理可言的景象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。战争结束，战俘被遣返，纳吉列夫村还幸存的丈夫们也陆陆续续回到家中，结果发现不是喜当爹，就是差点喜当爹，或者正在喜当爹的路上。老子在外面为了国家流血流汗，命都差点没了，结果你 TM 在家里和我的敌人乱搞。男人们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，对妻子拳脚相加。有过那般浪漫体验的女人们愈发厌恶自己的丈夫，甚至想回到那无拘无束又放荡的年代。但现实摆在这里，他们只能忍着。一天，一个妇女来到茱莉亚这里，和她聊起天来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羡慕你的生活，没有酗酒的男人，不会被打也不会被骂，一个潇洒自在，想去哪去哪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我的丈夫永远消失。茱莉亚听后就转身去身后的小屋，并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瓶子，说瓶子里装着一种灵丹妙药，那里面的东西放进你丈夫的酒里，把它抹在你丈夫的面包上，就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。虽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，但能帮他解脱。女人信了茱莉亚的话，按照茱莉亚所说操作，结果不出1个月，她的丈夫突然死了。
女人将这件事说给自己的朋友听，朋友又说给朋友的朋友听，越来越多的女人找到茱莉亚寻求解脱。茱莉亚趁机做起了生意。当然，遇到那些拿不出钱的女人，茱莉亚还是会把灵丹妙药白送给她们。茱莉亚瓶子里的灵丹妙药其实就是提炼的生化物，也就是砒霜。这是种剧毒物质，微量的生化物不足以致命，但毒素在体内不断积累，一旦超过阈值，人就会一命呜呼了。村子里的男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。对于这些男人的死亡，人们没有多说什么，女人们心知肚明。而男人们在战场上看惯了生死，不太在意这些事情。而且村子里面开具死亡证明的就是茱莉亚的表亲，她给这些男人们开出的死亡原因都是酗酒、心脏病、伤口感染等原因，非常自然。这些丈夫死了的寡妇私下组成了一个团体，就叫天使制造者。茱莉亚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，并且他们还约定了3条规定：一是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，二是不允许把药用在女人身上，三是不可以告诉其他生活幸福的女人。而女人们的行动越来越丧心病狂，缺少壮劳力，粮食产量有些吃紧。这时他们就想到，虽然丈夫死了，但是老人小孩还在，他们也还是要承担生活的责任。一些丧心病狂的女人就想，没有他们了，自己就会过得好，于是他们就把老人小孩也毒死了。茱莉亚经常和他们说为什么要忍受他们。1918年至1929间，这10多年来，村子里的男人几乎死光了，全都是拜天使制造者所赐。多年来，村子里的女人对这个秘密心照不宣，如果不被发现的话，他们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对于事件为何会败露有3种说法。第一种，1929年匈牙利进行了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，领导官员发现了问题，这个村子的死亡率在这10年内莫名的高，而且死亡的都是男性，其中必有蹊跷。调查员迅速来到村子里面走访，但是每个路过的村民都以巫术为由匆匆回避，最后还是当地的牧师透露了情况。第二种，匈牙利当地警察局突然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信中说纳吉列夫村近10几年来死亡的人都是被谋杀的，而这封信很可能是来自天使制造者中一个尚有良知的人所写。第三种，也是最可靠的说法，是说多瑙河闹了一场不太大的洪水，恰好冲毁了河畔边的一座墓地，其中的海骨露了出来。巧的是，发现尸骸的是一名恰好经过的医学生，看过骨骼上的异样，医学生断定死者系中毒身亡。他觉得事情并不简单，旋即将状况汇报给了当地警方。匈牙利警方借着修葺墓地的名义来了场大规模开棺验尸，这才惊讶地发现，居然许多骸骨都有中毒的迹象。无论是哪种说法，茱莉亚鼓动村子里的女人下毒杀人的事情已经曝光了。当地警局的人也开始翻阅过去10多年的资料，赫然发现纳吉列夫上百号男性都是在这段时间内相继死亡，且死因不明，但是中毒的可能性极大。而且他们查到管理死亡档案的人恰好是茱莉亚的表亲，很可能是因为她的包庇和掩护，让警方整整10多年都没有察觉到异样。如果上述推论正确，那纳吉列夫村的事情可就不简单了。警方派人来到纳吉列夫村进行调查，在说明来意后，村里一位长者如释重负地说道：“你们怎么才来啊？老早开始，村子里的男人们都得了一种怪病，人越来越虚弱，那些上过战场的强壮男人一个接一个死去，你们要是再不来，下一个死的说不定就是我了。”听到这里，警方明白事情的真相，他们已经猜得8九不离10了。警方很快抓捕了茱莉亚，对她进行了审讯。茱莉亚出人意料的配合，主动招认了这一切。茱莉亚承认毒杀了自己的2任丈夫，并供出了天使制造者的几名同伙。就在警方觉得差不多可以结案的时候，茱莉亚下了一手猛棋：“亲爱的警官，我就是主动招认又怎么样？除了我的证词，你们还有别的证据吗？到了法庭上，我就说是被你们严刑逼供，你们能把我怎样？”听到此话，警察意识到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决定聪明的女人，他们现在需要一个切实可靠的证据，能一击毙命的那种。于是警方心生一计，警方此前在茱莉亚的家中搜出了砒霜，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表面上佯装什么都不知道，将所有的物品放回原样。接着他们释放了茱莉亚，暗地里再派人偷偷跟踪她。茱莉亚大摇大摆地回到村子里，白天她没有出门，到了晚上，她开始挨家挨户地串门，通知所有天使制造者的成员，要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听她指令，待机会成熟，他们去把墓地里中毒的尸体和非中毒的尸体调包。如此一来，警方就不会找到死者死因，也就没有证据抓捕他们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
茱莉亚领着天使制造者的成员们聚集在村里的目的，准备实施他们的尸体调包计划。埋伏已久的警方等的就是这一刻，警察立刻出动，逮捕了现场的13名女性，并在现场挖出了50具可疑的尸体。尸检后表明，其中有46具尸体死因都是砒霜中毒。这些证据已经足够给天使制造者们定罪了。警方经过细致的排查，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：全村接近100名女性参与到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毒杀行动。警方迅速逮捕了他们所有人，关押在监狱等候审判。此时在审讯室内，茱莉亚依然是没有一丝恐惧和担心。她认为尸体已经腐烂了，警方不可能查到什么中毒的证据，只要化验头发和指甲就能知道那些男人是怎么死的了。亲爱的女士，你走投无路了。警方的回答让茱莉亚慌了手脚。自知难逃死罪的茱莉亚服下了随身携带的砒霜，在狱中自杀了。另外26位天使制造者的领头人物在铁证面前对下毒谋杀一事供认不讳，最终8人被判绞刑，7人被判了终身监禁，其余11人分别获得了有期徒刑。至此，一场横跨10余年的有组织的针对男性的大规模集体谋杀案终于尘埃落定。根据匈牙利媒体的说法，纳吉列夫村至少有300名男性村民被毒杀，26人逃过一劫。人们普遍相信有大约100名村民受害。该案影响深远，主犯茱莉亚后被称为世界10大女杀手，而匈牙利女人的名声也因为这件事臭得不行。不要娶匈牙利女人的说法由此而来。现在去欧洲旅行，还会有人善意地提醒你，千万不要找匈牙利女人，不然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